习近平刚结束中亚行程，北京高调宣传他荣耀返京，战机护航，总统送行，民众夹道欢送。官媒画面里，他依然是被万人簇拥的领袖。但就在光鲜背后，一场悄然逼近的权力风暴正从岛内军中席卷而来。有人发现，这次哈克斯坦之行的荣耀，其实是一场经过包装的假象。托卡耶夫缩减了接待规格，私人晚宴取消，高层陪同降级，甚至连对习近平的生日祝词都被中共官媒全数屏蔽。几乎在同一时间，张又侠密集召开闭门军会，据传已持续10天，绕过5大战区，直连各兵种，准备推翻习近平13年的军改核心，重建7大军区，夺回军中话语权。这不是一场例行调整，而可能是一场真正的夺权预演。93阅兵或许将成为军权转移的关键节点，习近平还能守住军队吗？您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珍。当地时间6月18号上午，中共党魁习近平结束出席第2届中国中亚峰会返回北京。中共官媒一如既往大肆宣传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率一众高官到机场送行。哈萨克斯坦空军战机升空护航，中资企业和留学生代表夹道欢送等等，竭力凸显习近平的尊贵。但时评人周晓辉指出，相较于去年习近平到哈萨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哈萨克此次接待习近平的规格其实是降级了。去年习近平抵达后，托卡耶夫不仅在机场举行了盛大隆重的迎宾仪式，当日晚两人还一起共进晚餐。托卡耶夫为习近平在总统府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而今年除了在机场举行迎宾仪式外，并不见私人晚宴和总统府任何的欢迎仪式。其次，今年哈方迎接的高官中少了第一副总理斯克利亚尔，而改为总统办公厅主任达杰拜。其他陪同迎接者如副总理兼外长、总统外事顾问等相陪。斯克利亚尔是哈国重要的政治实权人物。另外，中共官媒在对习近平此行报道的处理上也很耐人寻味。根据哈萨国国际通讯社的报道，托卡耶夫与习近平会谈时，托卡耶夫谈及两国关系，称双边关系已迈入新的黄金时代，一再表达对习的感谢之情，并使用了诸如杰出的政治家、享有崇高威望的远见卓识的领导人、深谋远虑等很多吹捧之词。而在中共官媒的报道中，删减了托卡耶夫的上述话语，更多强调两国加强合作、互相支持的意愿，只保留了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这一句赞扬之词。周晓辉认为，中共官媒的处理方式再一次印证了习近平的权力地位已不复往昔。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谈话中，托卡耶夫特别提到，习近平此次访哈恰逢其生日，因此祝愿他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治国事业取得更大成功。而祝习近平身体健康的词语，中共官媒也屏蔽了。周晓辉指出，这样的祝词透露出2个秘密：一，习近平身体确实出了问题，不再健康；二，哈方对中共掩盖的习的健康状况乃至其权力丧失的秘密也已知晓。近来网络盛传习近平大权旁落，团派上位。知名自媒体人、小说家在节目中透露，有消息称做派比较柔和的团派同意让习近平软着陆平安下台，对张又侠构成了威胁。因为不彻底清算习近平、清洗习家军，难保习派将来不会反扑清算张又侠与团派。习近平执政13年，党内党羽众多，不清算的话，倒习只能算是表面上的成功。一旦未来习近平反扑成功，倒习运动就会被定义为非法。这些被张又侠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张又侠开始有所行动。节目中透露，有消息称张又侠可能会出任军委主席的职务，彻底掌管军队，为政治清算习近平做准备。他分析，只要军委主席仍然是习近平，哪怕只是挂名，都会有不确定因素。此外，也要预防军队里的骑墙派。这种不确定因素
对张又侠肯定是个威胁。他认为，如果张又侠能主持93阅兵，这将是个最佳时机，可以名正言顺地公开宣示军权转移，打击习近平的影响力。没有了军权，习必然会倒台。中共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参谋姚成近日在其视频节目中也表示，张又侠和习近平无法达成妥协，但姚成认为张又侠不会担任军委主席。一个原因是张又侠现在75岁了，年龄已经很大了。第二个原因是，中共一旦定下来习近平的接替者，就要给新的中共党魁一定的权威，而这个权威就来自于手上的军权。所以军委主席大概率应该是总书记兼任。姚成判断，张又侠应该会在中共21大上到站下车，一方面是因为到中共21大时，张又侠就77岁了，另一方面，张又侠是一介武夫，不擅长做最高领导人，他本身也没有政治野心。如今倒习是因为习近平动了他的手下，让他很没面子，最后习近平还要动到他的头上，他才不干了。姚成说，张又侠一定会在习近平下台之后才交出军权，因为习近平这种人心眼很小，他只要手上有权的话，张又侠有权都不安全，他要把他搞得干干净净的，这是人之常情。姚成还披露，近期张又侠密集和各军兵种领导机关的核心人物开会，主要议题就是中共四中全会的军委领导班子调整，以及筹备四中全会后军委扩大会议，调整确立新的军事指导方针和体制编制。令人震惊的是，5大战区的领导没有一个被邀请。姚成表示，当年习近平搞军改，把7大军区变成5大军区，说是为了联合指挥提高效率，实则是为了削去地方军头化，搞中军集权。但这些年实践下来，战区不再是作战中枢，反而沦为橡皮指挥部。改成战区之后，部队归各军兵种，战区成了没牙老虎，调兵得请示军委，调人得审批，等电报批下来，早打输仗了。整个军队被习弄成一锅粥。现在张又侠干脆撕破脸，绕开战区，直接调兵种领导过来开会。会议的核心内容是废掉战区，恢复7大军区，重建4总部，重塑作战链条。这不仅是调整，而是对习近平核心军改合法性的否定。姚成说，据了解，这次领导班子的调整幅度很大，特别是军委班子里面大量吸收了海空军和火箭军的人。过去习近平搞一言堂，所有人晋升都要彭丽媛点头，这次要搞军委集体领导，还要到各大军区征求意见，这是军队内准民主机制的开端。姚成表示，在军队工作的人基本都得到了张又侠召集各军兵种领导开会的消息，会议持续了10多天。观众朋友，你怎么看这些消息？习近平和张又侠谁会笑到最后？欢迎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